我对规则4的运用找到真正的使命。根据规则4的解释，职业使命是你在职业生涯中起到统领作用的某个目标，它让人们因自己的工作而出名，而且随着名气又有了非常多非凡的机遇。此外，拥有使命还是一个很久以前就让我着迷的想法。学术界是很适合讨论使命的领域。你会看到一些教授从事着格外有吸引力的事业。假如你问他们所做的与同行有何不同，那么答案无外乎他们的工作围绕着某项引人注目的使命而展开。我们以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作家阿兰·莱特曼为例。起初，莱特曼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学家，但是他一直坚持写作。不管是小说还是微小说，他的作品都抓住了科学的人性化一面。他写了很多部作品，而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他畅销小说《爱因斯坦的梦》，而他的文章基本出现在每一本重要的美国文学刊物上。莱特曼的事业建立在其挖掘科学的人性化一面这一使命上，从而让他达到了令人神往的境界。他并没有寻求麻省理工物理系教授终身聘用而饱受折磨，而是成为学院历史上第一位被理学和人文学科双双聘用的教授。他帮助麻省理工学院发展了通信建设，接着又建立了学院的研究生科学写作项目。在我见到莱特曼时，他的职位已经转成了兼职教授，这样他就有了更多的自由安排自己的工作。而且他已经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没有精神负担的生活，这样的生活非常了不起。现在他专门针对那些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教授自己设计的写作课程。他已经解放了自己，不需要一直寻求经费或者发表文章。夏天时，他可以和自己的家人在缅因州的一个岛上一起避暑，那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想必他会一边思考一些重大的问题，一边晒着太阳。周围是秀丽的景色。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官网上，莱特曼联系方式页面有着一条同样的免责声明：我不用电子邮箱。假如一名学者没有莱特曼的名气，那么如此追求简单生活的举动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很多教授都运用使命创造出一份不同寻常而有吸引力的职业，莱特曼只是其中一位。在为本书进行研究时，我最后追踪并采访到了这群人中的一部分，比如萨贝蒂和佛伦齐，因此你会在规则4中看到他们的详细经历。因而他人则没有收录在本书中，比如莱特曼年仅31岁便因将数学和文化结合而出名的埃雷兹·利伯曼，因脱贫项目的评估工作而获得麦克阿瑟奖的天才埃斯特·迪弗洛等，但他们仍然对我在如何塑造自己的职业这一问题上的思考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直到我开始认真地开展规则4的研究，并且遇到了萨贝蒂、佛伦齐以及鲍凯特这些使命方向的行家，我才理解到自己在职业生涯中将使命变成现实是多么的困难。你越想强迫它实现，它就越不可能成功。要想找到真正的使命，你需要完成2件事情。首先，你要有职场资本，而职场资本的积累则需要有耐心。其次，你需要不断关注自己所在领域的相邻可能区间，从而找到下一项伟大的创意。这样一来，必须致力于头脑风暴式的思考，还要致力于更多的接触新思想。这2个致力于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系列完成了就可以自动生成使命的步骤。带着这样的想法，在2011年夏天，
我试着去改变自己对待工作的方式，以期找到一项有成就的使命。努力的结果便是养成了一系列日常习惯，而且被我整合进了一套培育使命的体系中。对这套体系最好的理解是把它看成一个3层金字塔，每一层的意义如下：顶层，探索性研究使命。位于金字塔顶层是一项探索性研究使命，而这套体系为它指导，把它作为一个大致的指导原则，来决定自己对什么样的工作感兴趣。目前我的使命描述为将分布式算法理论运用到某些新有趣的地方，从而产生新颖有趣的结果。为了确定这条使命的内容，我首先必须获取自己领域的职场资本。在分布式算法方面，我已经发表并阅读了足够多的研究成果，并且知道如何将其应用于新条件下的巨大潜力。当然，真正的挑战在于找到吸引力的项目来充分挖掘这种潜力。金字塔的其他2层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设计的。底层研究、背景研究。现在我们从金字塔顶层转到它的底层，来看看我对背景研究的专注。在这方面，我定了一条规矩，每周都要接触领域内的新事物，如读论文、参与研讨、出席会议等。为了真正的理解新思想，我要求我用自己的话来写一个总结，并且把总结放在不断充分的研究圣经之中。我还试着每天散一次步，为的是对研究背景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想法进行自由思考。我步行上班，而且还有一条狗可以遛，所以在日程安排上有很多选择。至于要接触什么样的新事物，则是以位于金字塔顶层的使命描述为指导的。这种背景研究的过程结合了对潜在相关事物的接触，以及对各种想法的自由从组，而它的来源则直接出自史蒂文·约翰逊的《伟大创意的诞生》一书。我在规则4里讨论它的相邻可能概念时介绍过这本书。根据约翰逊的观点，对新思想以及便于思想混合匹配的业态网络接触，往往会催化出具有突破性的新思想。中间层试探性项目。现在来看金字塔的中间层，由于这一层的存在，我才在研究上取得了大部分的成果。规则4中阐述过，想要实现使命，从探索性的概念到有吸引力的成就的跨越，一个有效的策略便是称为小赌的小项目。我们知道，在探索性使命情况下，一个小赌项目具有下列一些特征：它的规模要足够小，能够在1个月以内完成。它迫使你去创造新价值，即掌握某项新技能，并且产生前所未有的新结果。它可以产生实实在在的结果，从而收到实实在在的反馈。在金字塔底层所描述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想法，而我通过小赌来对其中最有前景的想法进行探索。我一次只进行2-3个小赌，这样可以集中精力。我还采用了期限管理，并在计划中用黄色标明，以示完成项目的紧迫性。此外，我还通过时数记录表来追踪花在小赌上的时间。最后，我表现假如没有这些可以计量的工具，我就容易拖延，把注意力都放在那些更紧迫但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上去。这一项小赌完成后，我会把它带来的实际反馈指导下一步的研究工作。这种反馈可以让我知道某一个项目不是应当放弃，如果不放弃，那么下一步朝着哪个方向进行探索才是最有希望的。另外，为完成小赌，我所付出的努力还会带来额外的好处，即增加了刻意练习的次数。最终，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此中间层所包含的项目都能够帮助我逐步发展顶层所描述的研究使命。换句话说，整套体系形成了一个反馈闭环，
从而不断演变成一个更加清晰的、更加有根据的工作